这个少女居然一句话就能让女刑警爆头啊！这是什么超能力啊？苦等7年，卡纳口第5话终于更新了。上一集结尾，黄毛黑衣人挟持了卡纳口，喂，快把你的枪口拿开呀！那么他究竟有对卡纳口做什么邪恶的事情呢？让我们开始第5集。黄毛用枪点着卡纳口进了家，卡纳口还在好奇对方身份的时候，黄毛开口了，把你知道和 K 有关的情况都告诉我。纳尼？杀手界也有私生饭吗？田中 K 终归躺枪啊！黄毛说我不看轮到你了，但是我知道你和 K 有关系。他是谁？回答我！黄毛直接拿过卡纳口的手机，迎面不解锁，踹倒了卡纳口。不变不怜香惜玉啊！这个黄毛我要他死！黄毛以貌取人啊，以为卡纳口是个外行，一看手机里面连 K 的电话都没有，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？就算 K 真的另有其人，谁会光明正大的把一个杀手之王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啊？卡纳口开大了，一个闪现瞬移到了黄毛的身后，但是心慈手软的卡纳口没有第一时间杀了对方，于是黄毛立刻转身一枪打中了卡纳口的右腿，真是过分啊！这还是卡纳口第一次中枪，我好痛啊！这个黄毛我要他死！终于卡纳口的护发使者来了，先白的身手不错，但黄毛和他不分上下，找了机会逃脱了。先白毕竟要保护卡纳口，没有去追他，看到卡纳口的残状也心痛的要死，立刻给他叫了救护车，但此时的卡纳口却说不要看我的房间，被他一提醒，先白开始打量。房间好乱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来打扫房间，不收钱。到了病房里，亚麻豆和红菜一起给卡纳口做笔录。有人违刑入室，卡纳口抵抗后中枪之后，凯莱西就来了。凯莱西这3个字再次重创了亚麻豆，但是亚麻豆是舔狗说还好你的凯莱西就在附近呀。笔录结束，两人就离开了。亚麻豆说这个案子有一点，一般的入室抢劫呢，需要用到枪吗？确实，你用的是近枪的。总之呢，两个人决定去找卡纳口的凯莱西问一问。纳尼？微笑代理不是皮包公司吗？什么时候冒出这么多人了？热火朝天的样子，真的变成广告公司了呀！虚伪客套的社交开始，先白终于换衣服了，还是那么高冷，面对刑警的询问都不愿意开口，说话的声音呢就好像加了消音器，只能由小周代为放大。亚麻豆呢则单刀直入问这个案子是不是男女感情引起的，先白还在沉默，小周张口就来说卡纳口之前确实反映过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，于是亚麻豆开始脑补是不是有个邪恶的跟踪狂。放心吧，接下去会有我们警方为卡纳口提供保护。临走前，亚麻豆问小周你们听过 K 吗？小周装傻糊弄了过去。出门后，红才说你哪有权限派人保护啊？亚麻豆则一脸睿智的说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那个小周没有一句话是真话。而此刻的微笑代理公司里面，负责演戏的万事屋拿着费用告诉小周则感慨道这个警察不好惹啊，得解决他。但是现在呢，先出钱叫卡纳口搬家吧，这是什么神仙老板呀？于是卡纳口和青美一起挑房子，武藏关、太原、下北泽、Die Hard。结果呢，亚麻豆和红菜就把他带到了警察宿舍，这是什么展开呀？卡纳口无法拒绝，只能和红菜住在一起。攻气十足的红菜和软萌可爱的卡纳口简直配一脸啊！卡纳口不断的搭话，但红菜也很高冷，只顾着工作。卡纳口则乱提问。大森さんって竹原さんのこと好きなんですね。何よ、あんたの思考回路どうなってんの？竹原のことなんか好きじゃないもん。言っとくけどね、私は大学時代にミス小松さんとかに選ばれたりしてんの。それに葛飾で大盛りで言ったらすっごいんだから。マジだ。公司里面，小周和先白正在讨论卡纳口来上班呢，还以为他们俩接个新单子，结果一看目标是亚麻豆巡查部长，这个职位就说明了亚麻豆他不是职业组的。至于红菜警官，他就是职业组的。一看这个目标呢，卡纳口慌了，没必要杀了他吧？但是小周说，如果不杀了他，迟早要被他发现真相的。卡纳口，如果你不忍心动手的话，就叫你的先白去动手吧。抱着鸵鸟的想法，卡纳口说，那我去把那个黄毛杀了就可以吧？小周无奈的同意。为了引出黄毛呢，先去干掉一个违法的假药贩子。卡纳口潜入目标家中，目标出现，卡纳口就动手了。罗伯特·帕瓦 Junior 在目标死亡之前，卡纳口突然脱线了，看到一旁的戴森就问目标好用吗？无语啊，人家都要死了，你还在那里问他这东西好不好用？没想到一个戴森植入还不够呀，还有日木瓦的植入啊，我真的是够了。难道戴森和日木瓦也是杀人放火居家旅程的必备神器吗？仔细一想好像有道理啊。戴森负责清洁现场，日木瓦用来搬运尸体，果然产品植入都是精挑细选的呀。但是万万没想到植入还没有结束啊，卡纳口又看中了个烤面包机，抓得快死的目标问好不好用啊？我是目标，我都恨不得现在去死啊！拜托你下次还是用枪吧，杀完人就是够恶，不愧是精力旺盛的女孩子啊！耳机里面先白提醒他谨慎一点。果然可疑的黄毛出现了，他拿着枪再次来到了卡纳口面前，摘掉了他的耳机，正想装逼的时候，卡纳口控制。但是黄毛的身手也弱，两人打得有来有回，卡纳口只能一个闪现，可能之后打野。
几枪未中以后，便声东击西，一个无意僧式的飞行连射命中了对方2枪。卡纳口立刻联系了先辈，先辈叫他快撤。但是等到先辈赶到现场的时候，黄毛已经跑了。都说了要补枪啊，他肯定穿了防弹衣啊。卡纳口在新家里面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十分生气。而此时狗血的一幕发生了，他的隔壁邻居就是那个黄毛啊。两人客套的打招呼，回了房间以后呢，卡纳口犯了花痴，哇，好帅呀，先辈，你的危机来了。而黄毛呢也回到了房间，地上躺着呢是原来的业主。这个私生饭也真的太过分了。至于这剧情的展开，也真的太少女漫改了吧。